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老李游戏学院推出的哥多10个游戏挑战的最新一个项目，也就是我们的平台跳跃游戏的最新一期。在上一期里面，我们使用哥多引擎提供的 Animation Train 节点，完成了玩家控制的主角的关于停动和跳跃的基本的动画状态机的切换。当然，大家也会发现，当我们这个游戏里边的动画状态变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代码里面会多出很多的 if、else 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引入自己实现的或者第三方的状态机插件、状态机实现来优化我们的代码。游戏开发过程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不要重复的制作轮子”。这个所谓的造轮子的过程，就是实现一些很通用的基础的代码。这个过程呢，会耗费我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除了学习目的以外，似乎毫无意义。在哥多引擎里面我们约定俗成的所有的插件都需要放在 addons 一个插件目录下，在项目设置里边选择插件页签，可以预览到当前项目所有已经安装的插件，并且可以选择启用其中的某一个插件。这里依然是给自己打一个广告，欢迎大家加入老李的知识星球，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上或者是手机 APP 里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就可以加入成为我的铁杆粉丝。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继续来看我们这一期的效果。在你选择好启用这个插件之后，右主我们可以添加这个状态图。添加状态图需要添加一个根节点，这个根节点会提示你它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子节点。添加一个根节点，这个根节点就叫做平行状态和我们状态机有一点差别，就是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状态，同时运行多个状态。只要我这个状态是有这个平行状态的不同的子项后呢，再添加一个基础的状态。这两个基础的状态，上面这个可以给它改个名字叫 root 节点。之后这个 root 节点下面的两个子节点分别用来处理 moment 移动和 animation 的控制。移动这个位置我们需要知道当前玩家他是什么状态来完成状态与状态之间的切换。第一个状态，我们假定他当前是在地面上，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换到哪两种不同的状态，给它添加一个新的子节点，这个子节点就叫做切换子节点。我们当前在地面状态的时候可以切换两种，分别是跳跃和我们当前在降落的时候，这样两种。再往下继续添加一个空中的状态，再添加一个墙面的状态。之后我们下面的这个动画状态可以切换两者，分别是 idle， 这个 idle 是一个动画状态， idle 复制一份是一个移动，再有一个状态的切换动作，可以切换到如果我当前正在移动的过程，而这个move复制过来一份可以有一个 on idle，两者之间是互相切换的。再看上面的这个我们刚才没有完全做完。当我在墙上的时候，我可以切换到跳跃状态，当然我也可以切换回陆地状态。而在空中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切换回地面的状态。切换地面状态我们直接指定一下。那么这个地方检查器里面可以指定我们要切换到哪一个状态，比如说切换到地面状态，需要某一个事件才能完成切换。可以在这个事件里面写上地面，这样就可以了。复制一份，让它添加到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在空中的时候也可以切换回地面，以及也可能在空中跳跃的过程当中切换到墙面。所以呢，我们这里再去复制一份，给它改一下，叫做 on wall， 切换到墙面。我们这个跳跃又有两个子的状态吧，这两个状态分别是正常的跳跃和我们 double 跳跃，两个跳跃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我当前不能跳跃，三个状态当我在跳跃状态再一次完成跳跃的时候，我可以切换到 double 跳跃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个 jump 信号。另一方面如果我这个跳跃的时间过期了的话，不能完成二段跳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个，比如说跳跃的时间过期了有一个 0.2 秒钟的延迟之后，就让它直接跳到不能跳跃这个位置，直接切换到不能跳跃这个位置。而我们 double 跳跃当我们在 double 跳的时候，
如果我再点击跳跃，那很显然它当前的状态就会切换到不能跳跃，而在不能跳跃的这个地方，我不需要任何的切换。一下啊，现在来梳理一下，尽管我们有很多的设置还没有完全设置完啊，但是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在地面的时候，我们有2种状态切换，分别是当我跳跃的时候，我们要切换到跳跃状，而下面当我已经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换到空中状态。而在空中的时候，如果我现在这个地方我需要改个名字，我已经在空中了，那如果我现在切换回我们的陆地状态，或者可能我现在碰到了墙面，那我需要切换到墙面状态，我们要进行跳跃的判断。如果我进入到当前跳跃状态，这2个是设置好的。再往下看 ，double 跳跃和不能跳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往下，在这个墙状态下，我们需要，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我们刚才设置的时候没有说 animation tree 状态，也就是说它会控制我们的 animation tree 切换到和它同名的这个，点击到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码。如果你提供了一个状态机的名称的话，那么它会切换到你提供的这个状态的名称。否则的话，它会找到和我们当前这个节点同名的状态，切换到那个状态。OK，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指定这个 animation tree 啊，所有的下面的状态机节点都需要指定这个 animation tree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能保证这个状态、动画状态和我当前的这个状态节点，它们的名称是一致的就可以了。OK， 回到这个场景里边，在墙上的时候，我让它切换到 double jump。这个是剑指 jump 事件，也就是说我在墙上的时候依然可以完成跳跃动作。这个呢要看大家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下一个啊，就是在切换到地面的时候啊，回到地板状态就可以了。再往下来看，在 idle 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换到 moving， 就是在 moving， 而在下面这个可以切换到 idle 动作。在什么时候呢？在我们获得 idle 信号的时候，这样呢，我们一个有一点小复杂的状态图就实现好了。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细节的错误，需要在编辑完代码之后呢，再去验证状态。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期要实现的内容啊。这一期的内容就这些，我是老李，一个游戏人，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加油，拜拜。